奥莫莫2号真的来了。就在2025年7月1日，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继奥莫莫之后另一个神秘天体。就在全世界还在为当年溜走的奥莫莫惋惜时，这个全新的、更加强大的天外来客已经高速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天文学家们迅速集结，而这个神秘的天外来客速度更快，体型可能更大，轨道也更加极端。它究竟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又一个自然奇观，还是像某些大胆猜测的那样，是一艘星际飞船？这一次，全球最顶尖的望远镜，包括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在内，已经全部调转方向，死死锁定了这个不速之客。人类与最新星际访客的亲密接触正式开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的最新观测数据。这个被我们戏称为奥莫莫2号的天外来客，究竟是一块孤寂的岩石，还是某种超出我们预料的东西？最关键的是，这次能解开当年奥莫莫留下的谜团吗？早在2017年，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奥莫莫的星际天体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它速度极快，形态诡异，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2年后，第二个星际天体彗星2I 鲍里索夫的到来，证实了奥莫莫的出现并非偶然。而现在，时间来到2025年，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一个新的天体出现在了我们的雷达上，它被命名为 A11PEI3Z。奥莫莫当年可是飞掠地球，5天后我们才后知后觉，但这一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天体于2025年7月1日首次被发现，并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收录。它的出现立刻在天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起初，它只是出现在近地天体确认页面上，被标记为需要后续跟踪，但这可不仅仅是又一块在长椭圆轨道上运行的普通石头。就在天文学家们开始拟合它的轨道时，种种迹象都清晰地表明，这个家伙，它根本不是我们这儿的。它的轨道路径是一条非常明显的双曲线，这意味着它不受太阳引力的束缚，而这正是星际天体的决定性特征。初步计算显示，它的轨道偏心率高达6左右，这是我们太阳系中所有过客天体里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证实了许多人从一开始的猜想，这个天体不仅是来自星际，而且它正沿着我们所见过的最极端的星际路径之一在行进。要知道，一个天体的飞行速度如果超过每秒42公里，也就是摆脱太阳引力所需的最低速度，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星际天体。而这个新来的家伙，相对于太阳的入射速度大约是每秒66公里，这可远远高于离开太阳系所需的逃逸速度。但为了最终确认它的路径，天文学家需要更多的数据。在首次发现后不久，人们就在 Atlas 巡天项目的存档数据中找到了可以追溯到6月25日的早期影像。有了这些新的数据点，天文学家们就可以进行更可靠的轨道拟合，而所有的证据都依然有力地证明 A11PI3Z 确实是一位星际访客。现在它已经被小行星中心正式编目为 3IATLAS， 也就是我们太阳系中确认发现的第3个星际天体。从它的轨道我们可以知道， 3IATLAS 将在2025年10月27日到达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大约是 1.4 个天文单位。但可惜的是，那时候地球正好在太阳的另一边。不过还好，它最接近地球的时刻是在12月17日，距离我们 2.4 个天文单位。这个距离足够远，不会构成任何危险，但也足够近，能让我们的望远镜好好的观察它。在那之后，它将继续向外飞行，在2026年3月10日左右经过木星轨道附近。天文学家拍摄的早期图像显示，这个天体的视星等大约是 18.8， 根据它的亮度来推断，如果它的反照率比较典型的话，那么这个天体的直径可能在20公里左右，这可比奥莫莫大得多，甚至比2I 鲍里索夫还要大。当然，也有可能它的反光能力更强，或者甚至在喷发气体。这些因素都可能让尺寸估算出现偏差。不过，接下来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如果这个天体开始表现出任何非引力作用下的加速，
就像我们在奥陌陌身上观察到的那样，那将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加速可能是由气体喷发引起的，或者在一些更大胆的理论中，可能是由某种人造推进系统造成的。也正因如此，现在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凭借其强大的红外探测能力，韦伯望远镜可以捕捉到该天体的热辐射，从而揭示它的温度、尺寸，甚至可能是它的形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个天体的轨道倾角接近175度，如此刁钻的角度，几乎可以100%地保证它不是太阳系的原住民。事实上，它的轨道方向表明，它可能起源于银河系的恒星盘，也就是我们银河系中大多数恒星所在的那个扁平盘面。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如果我们能足够精确地确定它飞来的速度和方向，我们或许就能一路追溯，找到它真正的老家，那个它所缘起的恒星系统。像三拉斯这样的星际访客，过去是百年难遇，如今却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出现，这让我们意识到，这类事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但每一次的相遇都来去匆匆，我们如何才能不再错过？如何将这种罕见的邂逅变成常规的科学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一眼当年那个奥陌陌，它就像一个划过夜空的幽灵，它快得离谱。等我们反应过来时，它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了深空之中。我们只来得及瞥了它几眼，却给人类挖了3个巨坑，至今都无法完美解答的谜团。第一，是它诡异的外形。通过它亮度变化的规律，天文学家推断，奥陌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球体或土豆状的岩石，它要么像一根雪茄，要么像一块薄饼，长宽比可能高达10:1，在太空中混乱地翻滚。无论哪种形状，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都闻所未闻。第二，是它极致的沉默。韦伯望远镜的前任斯皮策空间望远镜曾死死地盯着它长达30个小时，试图捕捉到任何热辐射信号。结果呢？一片死寂。它不发热，也不反光，表面像一块历经亿万年宇宙射线烤过的焦炭。它不像彗星，因为没有喷发任何气体和尘埃，连一丝一毫的尾巴都没露出来。不过，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比不上它最令人费解的一点，那诡异的加速。在飞掠太阳之后，按理说它应该在太阳引力的拖拽下逐渐减速，但奥陌陌偏不，它居然在加油，产生了一股微小但清晰可辨的非引力加速。那就像一辆关掉引擎却在上坡的汽车，这完全违背了物理定律。这股神秘的推力究竟从何而来？这就引出了科学界最著名的2大派系之争。一派是自然起源派，他们尝试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解释，比如它可能是一块氢气冰山，通过蒸发我们看不见的氢气来获得推力。但这个理论很快被推翻，因为氢冰山在漫长的星际旅行中根本无法保持完整。后来，更主流的解释是氮气冰山或者暗彗星理论，认为它是从一颗类似冥王星的行星上被撞出来的氮冰碎片，或者是一颗内部被宇宙射线烘焙后能悄悄释放氢气的特殊彗星。这些解释很巧妙，但每一种都或多或少有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而另一派则由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 （Avi-Loeb） 为代表，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勒布教授认为，与其用各种复杂且罕见的自然现象去硬凑解释，不如回归一个更简单的可能性：如果它的行为不像自然天体，那有没有可能它本来就不是自然天体？他提出，奥陌陌可能是一项人造物，比如一个极薄的光帆，外星文明用来探索宇宙的探测器碎片。这种薄片结构正好可以解释它的奇特外形，以及被太阳光压推动而产生的微小加速。这个理论一出，立刻引爆了整个科学界。支持者认为这才是最符合所有观测数据的解释，而反对者则认为，在穷尽所有自然可能性之前，绝不能轻易召唤外星人。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仍在继续。奥陌陌就像一个蝎子，深深地楔入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里。它用自己的神秘暴露了我们的准备不足，也点燃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它让我们意识到，宇宙中充满了我们闻所未闻的规则，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下一个
乃至更多不守规矩的访客。上一次我们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一次面对 Sunrise， 我们严阵以待，但依然受限于观测条件。那么，想要在未来真正掌握主动权，将遗憾变成发现，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答案就指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天空扫描仪之一——薇拉鲁宾天文台。随着薇拉鲁宾天文台的正式上线，它长达10年的时空遗产巡天项目，预计将极大地增加我们探测到的星际天体数量，把这种罕见的相遇变成常规的科学研究。实际上，这座望远镜已经发布了它的第一张图像，并发现了几颗新的小行星，其中就包括一些近地小行星。400多年前，伽利略将一架小小的望远镜指向夜空，从此永远地改变了天文学。而今天，我们正站在另一场革命性变革的门槛上，主角登场了，它就是薇拉鲁宾天文台。它的使命就是像扫描仪一样，夜复一夜地扫视天空，捕捉运动中的宇宙。它将捕捉一切划过天际的小行星，突然变亮或变暗的恒星，甚至还有通往物理学最大谜团——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线索。这座望远镜以薇拉库珀鲁宾的名字命名。他曾用一个问题改变了天文学：为什么星系的旋转方式和理论上的不一样呢？根据牛顿物理学，星系边缘的恒星其轨道速度应该比靠近中心的恒星要慢，但鲁宾却发现它们的速度几乎一样快。这本不应该发生，除非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把整个星系拽在了一起。他的工作为暗物质的存在提供了第一个令人信服的观测证据。而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天文台正准备着从他当年停下的地方继续前进。薇拉鲁宾天文台现已开启其为期10年的任务——时空遗产巡天 （LSST）。它的计划就是在未来10年里，每隔几个晚上就对整个南半球的天空进行一次拍摄，然后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通过叠加、比较和分析这些重复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希望能揭示宇宙中那些在变化、在移动以及隐藏在黑暗中的秘密。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这一壮举的呢？鲁宾天文台的核心是人类有史以来为天文学建造的最大的数码相机，它的大小跟一辆小汽车差不多，内部装有一个32亿像素的成像平面，由189个超灵敏传感器组成，每一个都比常见的中画幅相机传感器还要大。这些传感器被排列成21个被称为阀的模块，全部密封在真空中，并冷却到-44摄氏度，以减少电子噪声。在这样的低温下，它们可以静静地捕捉到来自深空最微弱的光芒。它的焦平面本身就有超过半米宽，每一次曝光就能覆盖3.5度的天空，这个宽度足以并排容纳7个满月。它拍摄一张照片只需要15秒，而下载这张照片只需要2秒。那么，它到底在寻找什么呢？时空遗产巡天有4个主要的科学目标。第一，暗物质与暗能量。鲁宾天文台将绘制数十亿个星系的地图，并追踪它们如何随时间移动和聚集。这将帮助科学家测量宇宙膨胀的速度，以及这种膨胀是否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为揭开暗能量那个加速宇宙膨胀的神秘力量的本质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第二，观测变化中的天空。凭借其快速的天空扫描能力，鲁宾天文台可以探测到超新星、伽马射线暴、闪烁的类星体，甚至是一个新黑洞形成的最初迹象。在捕获图像后大约1分钟内，它的系统就会与之前的图像进行比较，并标记出任何新的或奇怪的现象。这是天文学有史以来最快的警报系统之一。第三，行星防御。鲁宾天文台将追踪近地天体，它宽阔的视野和快速的扫描节奏，意味着它每晚可以探测到数千颗小行星。第四，为太阳系编制目录。鲁宾天文台的目光将越过海王星，深入柯伊伯带，甚至可能看得更远。通过发现和研究遥远的冰冷天体，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太阳系的边缘是否还隐藏着未被发现的天体。而它发布的首光图像已经开始兑现这一承诺了。
这张由三叶星云和焦糊星云合成的图像，就是鲁宾天文台发布的首批图像之一。它由超过678次曝光合成，总观测时间仅7个多小时，就探索了这两个距离地球几千光年的巨大恒星形成区的丰富细节。在另一张图像中，室女座星系团在单单一帧画面里就展现了超过2000个星系。这张图由鲁宾天文台拍摄的1100多张图像合成，从一个漩涡星系的特写开始，然后镜头拉远，最终揭示了大约1000万个星系。而这张图则展示了46颗在微妙脉动的变星，让我们得以一窥这座天文台将要揭示的动态天空。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预计将探测到多达10万颗这样的恒星，探测距离超过100万光年。此外，在它最初的10小时观测中，该天文台就在我们的太阳系里发现了214颗前所未见的小行星，其中包括7颗近地小行星。这些小行星都没有危险，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鲁宾天文台探测它们的速度和效率是如此之高。要知道，所有其他的地面和空间天文台加在一起，一年大约能发现2万颗小行星。相比之下，鲁宾天文台预计在时空遗产巡天项目开始的头2年内，就能发现数百万颗新的小行星，这是多么令人震撼啊！在未来的每一个夜晚，鲁宾天文台都会扫描天空，寻找任何移动、闪光或变暗的东西。这当然也包括那些行为不符合我们预期的天体，比如奥陌陌，那个我们已知的第一个穿越太阳系的星际天体。如果再有类似的东西进入鲁宾的视野，天文台会立刻探测到它，并实时向我们发出警报。但这还不是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从数十亿颗恒星、星系和小行星中产生数万亿次的测量数据，建立一个无比深入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很可能会提出我们甚至从未想过要去问的问题。从奥陌陌的惊鸿一瞥，到3GTLAS 的严阵以待，再到未来鲁宾天文台将要发现的无数天外来客，我们正站在一个宇宙大发现时代的门口。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星辰大海，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我们敞开大门。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星际访客，你认为它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让我们一起仰望星空。